嗨，我期待 Switch 2已经好久了。今天呢，我终于要来玩到新机器啦！哇塞！而且听说这一次的 NS2它性能提升非常的大，英伟达说它比一代的性能要强10倍，真的吗？这下我就不得不去看一看了。然后这一次的话呢，性能比 PS4强，屏幕也变大了，然后支持 HDR 和120赫兹，就是机器嘛，得加钱。3200块钱，这个提升你们会买吗？所以说我也很好奇，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吧。今天的这个呢，其实是任天堂的一个试玩会，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其实也可以在官网上面抽签。之前的话是有东京场、伦敦场，然后现在的话呢，还有一个是首尔场和台北场呢，还没有开始抽。我也是突然才看到说，哎，有个香港场，耶，这不就在我家旁边吗？然后我就直接开着车冲过来了。首先我们拿到这个机器呢，你就会发现它整个外观都变得圆润了很多。那手感上呢，其实是会感觉更加薄一些，屏幕也会更大一些。然后我就给大家直观的对比一下，其实它的机器并没有变厚。它只是因为变得更大了，所以说你体感上面会觉得它变更薄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屏幕，最初代的屏幕，然后呢 OLED 升级到了7英寸，然后再看一下，然后放在这里横着比，你会发现它的黑边虽然没有变得更窄，但是屏幕是实打实的变得更大了。一跟这个7.9英寸的屏幕对比一下。现在呢，就来看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就是 Joy-Con 的拆卸方式。然后先是按住这里。按照这里之后，直接就卸下来了，挺轻松的，就直接抽出来，你可以这么理解。然后装回去的话就非常轻松，我刚才没反应过来，它就已经吸回去了。至于担心有人大力出奇迹把它掰断的，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它这里其实挺深的，不太可能会有这个情况。这个 Joy-Con 拔下来之后呢，这个机身上面就会残留一个非常凸起来的针脚，说实话有点让我觉得很恐怖，就生怕它要断掉了。所以说，如果以后我自己在家里面用的话，我估计拆掉 Joy-Con 之后，我会拿一个东西把它给套上去，或者是再买多一个 Joy-Con。加钱 ，OK，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到游戏里面去体验一下它的 HDR 效果。哇，哎，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 HDR 效果很不错哎。刚刚开箱子的时候那个绿色的光，你们有没有看到？跳，哇，这个云太次世代了，兄弟们。有一说一，这个帧率再加上这个清晰度，这已经是可以再玩一次这个游戏的程度了。不过呢，这一代屏幕依然是 LCD， 续航也和最初版的 Switch 一样，2到6个小时。所以说这一代可以完全重新走一遍之前续航版 OLED 版的老路线了哈。现在呢，我们再来体验一下这个掌上模式。拿到这个手柄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比第一代的那个质感要好太多了。第一代的话，那个 Pro 手柄就非常的塑料，它这一代不仅做的一个类肤材质，然后你仔细看它的表面的话，还会有一点亮闪闪的质感。然后它这上面呢是做了一个拼色的设计，后面的脚撑它变成了这种，其实我会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实际上我掰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点软哈。你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我掰的不平衡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担忧。这里呢就是 microSD Express 卡的一个插槽，但这个 Express 的卡它256G 它要卖多少钱呢？400块钱加钱。不是我说，Switch 2你这有点吃的太好了。你还可以注意到右边的这个 Joy-Con 底下有一个 C 按键，这个 C 按键就是任天堂这一次非常核心的一个功能 Game Chat。这个 Game Chat 呢，它最多支持12个人在线语音，或者是最多4个人的屏幕共享。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一个功能键它只限时免费到明年的3月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明年3月份之后买到机器的小伙伴呢，它就会一直有一个按键提醒你该给任天堂充值了。我现在排队的这个地方呢是马里奥赛车世界，为什么要在这里排队呢？因为这里要凑齐24个人才会开始。这里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啦。我们现在要体验的是马里奥赛车世界的掌上模式啊，看看它这个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流畅。那我们现在赶紧开吧，人多了之后更加碰碰车了，我太好玩了，疯狂撞人，呜呼，起飞，呜呼。
看，我们已经体验完了这个马里奥赛车世界了。肉眼可见的是呢，它基本上可以稳在60帧左右，比起1代的画面真的是清晰非常多的。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体验别的项目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明书，说明书可不是免费送的哈，加钱。这个说明书需要10美金，而且这个游戏真的就是一个说明书，你走到每一个按键上面都会有一个 NPC 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键的功能，顺便还会有一些附带的小游戏。就比如说有个小游戏，它需要你找到手柄震动最强烈的那一个点，然后最后会告诉你它的偏差有多少。真的觉得这个免费送我还挺喜欢的，但是花钱的话，下次一定吧。底座模式呢，最高是支持4K60，不支持4K120的，然后据说也是不支持 VRR 的。我是有点想不明白，它都不支持4K120了，它为什么要上 HDMI 2.1啊？轮椅篮球这个游戏上来就有一个5分钟的教学关卡，你就知道它有多难操作了。这是一个3v3的轮椅篮球。你手上这2个 Joy-Con 呢，你就真的需要把它想象成是2个轮子了。这个游戏做的我只能说太逼真了，太有操作性，太拟真了。所以说其实它很难。首先跑图真的非常的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要跑得快的话，你最后真的就是得不停的推到抡出火星子。如果你在现实中把这个手举起来呢，你在轮椅上面也会把手举起来。要投篮的话，你就必须要对着篮筐。然后游戏内的指示器要到绿色才是投篮投中概率最高的时机。Switch 2这一次用的是英伟达的一颗定制芯片 T239，它相当于是自带 DLSS 的1050 钛的一个水平，浮点运算能力大概是 1.7T。我们这么说大家没有什么概念哈。PS4 大概就是 1.8T 的一个水平。底座模式的话呢，它可以上到 3.1T。之前不是老有人说索尼什么时候出一台性能跟 PS4 差不多的掌机啊？你看这不就来了，就是不知道任天堂想要用这个性能撑多久哈。第一方游戏呢确实够好玩，但第三方的话就主要是拼性能了。如果说2077商业奇迹这个游戏在 Switch 2上面的表现还不错的话，那以后的话说不定怪物猎人世界这样的游戏也能上到这台机器上面去了。这里还有一个区域写的是18禁的，然后呢这个赛博朋克的翻译，繁中的翻译居然是电狱叛客，还挺有意思的。2077呢，掌机模式可以设置质量模式 1080p 30帧，或者是性能模式 720p 40帧。感觉这个设置稍微有点幽默了，不过看得出来 CDPR 已经很努力了。这个 TV 模式是真的不糊，帧率也是不低的，我觉得是一个完全可以玩的状态。毕竟有很多玩家是用 PS4 通关的 ，Switch 2还有 DLSS 肯定是会比 PS4 的体验要好上不少的。掌机模式肉眼看的话，就是一个30帧左右的水平，在静态没有人的场景下，直观感受就是非常的不错，能明显的看得出来 DLSS 在发挥作用啊。不过在动的比较快的场景下 ，DLSS 的痕迹比较明显一点。近景的人物建模也是挺精细的，打斗的时候都很稳定，可以说是一个很可玩的状态。这也基本就代表了第三方游戏的一个运行水平。我也很期待之后法环还有 FS 的新作在 Switch 2上面的表现。现在的卡带呢，最高也可以去到64G 的容量，这相当于就是把2077的本体加 DLC 都塞进了这个小小的卡里面，真挺能 zip 的哈。想想看 PS4 当年都得2张光盘呢。这个东奇刚焦力全开，就像是一个砸地板吃香蕉的游戏，就有点像星之卡比的猛男版。游戏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它的地图是3D 的，你可以旋转去找它的宝物，而且这里面有挺多的场景破坏，运行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玩起来的時候是不怎麼掉幀的。係啊，好，唔該。不過每一次它触發那個轉場呢，就會卡一下，就沒有絲滑過渡的感覺。OK，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也基本上非常详细的体验完了。如果在视频里面没有讲到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提问。所以说这样子的升级你们会买吗？如果我看到的话，也会在评论区里面回答一下。那关于 Switch 2的这次的升级以及你们想要问到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那我们等待新机到手的时候，我们再见面吧，拜拜。